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天上人间老板秦晖的故事。江湖上呢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南有太子酒店，北有天上人间。曾经呢，这两座国内最豪华的夜总会被称作是男人的天堂。在这里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当然了，前提是你得能付得起他们给出的价格。据说啊，当时这两家夜总会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只要你看上的女人，当天就能给你安排上。靠着富丽堂皇的会所环境以及主打的高端服务，两家会所同样备受一些达官显贵和身家万亿富豪们的追捧。尤其是天上人间，它一度被称为全国最顶级的夜总会。而这家店的老板秦晖也靠着天上人间为跳板，成为了人生赢家。靠着天上人间的崛起，秦晖不仅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呢还曾以18亿的身价进入过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但是就这样一位身家万亿的富豪啊，在不久前竟然在美国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认下了自己的3宗罪，并且呢同意放弃自己美国绿卡的身份。也就是说，刑满释放后的他随时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那从顶级会所天上人间的老板到被驱逐出境这样的阶下囚，秦晖这回算是真的把自己给作死了。那秦晖是如何将自己的人生玩脱了呢？今天我们就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分析一下。如果说要探究起秦晖的负面史，就不得不提天上人间。可以说呢，天上人间既成就了秦晖，但同样也是他事业上的定时炸弹。为何这么说？我们接着往下看。早在90年代的时候，天上人间就因为奢华的装修而名声在外，里面奢侈的程度呢可见一斑。据说当时进去转一圈，兜里都至少得带够几万块钱。当时能够踏进天上人间大门的，也都是那些非富即贵的人。如此一来呢，天上人间便成为了达官显贵和富裕老板们的交流生意的首选之地。可想而知啊，当年在这里面不知道促成了多少的大买卖。实际上，最早的天上人间只是一家普通的会所，而他的第3任老板秦晖接手后，天上人间才正式变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娱乐场所。秦晖呢，出生于北京，家境从小就非常的优渥，在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秦晖这个人从小脑袋就非常的灵光，做事情呢区别于常人，非常喜欢用简单的技巧去解决比较繁琐的这种事情，而且呢每次都能把这个事办得非常漂亮。21岁的时候呢，秦晖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航天五院，但此时的他却显得并不那么开心，因为他此时心里的想法是要赚更多的钱。于是啊，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便跳槽去到了通信行业，也就是如今的联通。在通信行业干了3年后，不安现状的秦晖自然辞去了这份正式工作，开始下海经商。刚开始呢，主要从事一些矿石出口贸易，而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天上人间的老板积累了原始资金。时间很快来到了1985年，秦晖以180万美元从一位台商手里买下了天上人间。这家天上人间呢，位于北京东三环和5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副楼的西侧，内部的装修当时也是非常豪华奢侈的。由于此前秦晖曾有过做销售的经验，他对于夜总会有着谜一样的留恋，所以在收购天上人间之后呢，他便有意的开始想要把天上人间打造成夜总会那样的模式。秦晖为此特别将天上人间交给了台湾的四海同心会经营管理。当然，在选拔夜总会的女公关时，他也是按照古代青楼选名妓一样，不仅要求女生的身材一定要出众，就连学历也必须要达到大专以上，甚至后面一度将学历提高到了硕士以上。而这些女公关入职后呢，秦晖还会对每位公关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无论是仪容仪表或者是言行举止，都要求要做到细致入微。因为天上人间属于夜总会，自然而然的这里的消费水平呢也是非常的高，陪聊的最低价为1000元，
小费呢也是上不封顶。这一规矩也就造就了富商曾经为了心仪的小姐豪掷数百万小费的真实故事。就这样，在秦晖的经营下，没过多久，附近的居民们就发现，这个白天无人问津的场所，每当到了晚上，就会迎来众多富商。外面停放的豪车呢，也是一辆接一辆，来往进出的人群也大多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当然呢，也少不了年轻貌美的女生，也是经常出入其中。而出入过这家会所的人呢，也都纷纷表示，进去是天上，出来呢便是人间。而这句话也恰恰印证了我们视频开头说的那句。总而言之呢，在那个月薪仅有几百元的年代，普通人是很难迈进天上人间的大门的，而权贵精英们倒是对他趋之若鹜。可以想象，在天上人间营业的15年里，那里俨然成为了一个醉生梦死的顶级天堂。靠着天上人间，秦晖不仅挣到了可观的收入，还收获了不少人脉资源。天上人间每天都会接待不少达官显贵，借此机会呢，秦晖也攀上了不少关系，其中不乏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和社会名流。有了众多的人脉加持，秦晖呢自然也不甘于平庸，他带着弟弟秦宏创办了重庆长风通信，建立了电讯、媒体加科技的产业模式。后来呢，又在此基础之上，秦晖又建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星美传媒。2003年，秦晖结识香港的翁王陈国强，并入驻了3家香港上市公司，分别是谭咏麟、曾志伟等明星投资的东方魅力、创业板公司流动广告和现代景奇出版集团。此外呢，秦晖还购入了杨澜投资的阳光卫视70%的股份，并且呢，收购了姜昆的鲲鹏网景。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秦晖便打造出了一个涵盖投资、通信、传媒、影视、娱乐、文化出版和广告等行业的商业帝国。背靠天上人间这个夜总会，秦晖可以说将自己的人脉资源通通套现，逐步壮大自己的星美传媒，一时间身价更是达到了上千亿，被冠以中国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称号。鼎盛时期呢，星美传媒旗下总共有17个分支机构以及多家上市公司，固定资产高达20亿，在娱乐圈也算是顶级的传媒公司。像中国合伙人、美人鱼等经典作品都是由星美投资的。此外呢，星美传媒还扶持了王小帅、管虎、陆川等一众中青年导演。然而，别看此时秦晖的星美传媒出尽风头，别忘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叫表面风光。在表面风光并购的背后，有着的还有上千万的负债。原来秦晖当初之所以收购这些公司，完全是因为看上了这些公司亏损严重，收购价极为便宜，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有足够的金钱与人脉，能够通过资本的杠杆，足以让这些严重亏损的公司起死回生。可这些公司实际亏损太过严重，像是东方魅力，亏损高达7000多万，阳光卫视也可以说是一路砸钱一路亏。秦晖本以为靠着天上人间积累的人脉与资金能够补上这些亏损，但谁又能料到，彼时天上人间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它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反噬秦晖。原来早在2005年4月，秦晖的天上人间就被卷入了一场双规案。当时呢，秦晖靠着天上人间结识了建行行长张恩兆与首都机场董事长李培英。2002年至2005年之间，秦晖先后6次贿赂张恩兆高达上亿元，为此张恩兆也给秦晖提供了6亿元的便利贷款。2006年，被双规的张恩兆坦白了自己的所有罪行，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之后在张培英的案件里，秦晖再次被牵涉其中，他被查出累计向张培英行贿1867万余元，占其受贿总金额的70%。2009年，张培英被执行死刑。这2起案件都牵涉到秦晖。在此期间呢，
秦晖也被数次带走配合调查，但每次都能被他动用天上人间的人脉来摆平。2起高额的贿赂案让秦晖开始觉得，要想保住天上人间，就必须要将内部的隐形服务全部正规化。于是在接下来便对天上人间进行了爆改。他先是严格规范了营业时间，凌晨2点必须断电闭门谢客。随后在包间的设计上又采用了透明隔间，不允许有暗房和暗间存在。最后更是叮嘱公司员工不能在明面或私下和客户有任何金钱上的往来。然而尽管秦晖想尽了办法亡羊补牢，也都为时已晚。2005年一起花魁遇害案直接让天上人间陷入了舆论风波。原来当初在秦晖的管理下，天上人间呢更倾向于做皮肉生意，而这里也逐渐成为了全国夜总会的顶级标杆。为了能更好的服务来这里消费的客人，这事呢还得从1996年的选美大赛开始说起。这一年，秦晖在天上人间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选美大赛，最终呢由客户们票选出4大花魁，而当时年轻貌美的梁海玲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和机敏的头脑成为了4大花魁之一。一般的女公关在重要的客户面前都是谨言慎行，但梁海玲却与他们不同。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梁海玲，为了金钱愿意抛弃一些东西。天文地理、琴棋书画都略懂1、2的她，很快便与不少客户建立起共同语言。随着她接待的客户越来越多，秦海玲也逐渐站稳了自己在天上人间头牌花魁的地位。据说最离谱的一次，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客商豪掷了400万买下了梁海玲1晚上，还有更多的客户呢，为了与他喝一杯酒就花了几万块钱。靠着常年与这些人打交道，在短短的10年里，梁海玲的名下的财产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在此期间呢，他还与不少的官员保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可就是这样一位要钱有钱，要情商有情商的美女，最后竟被人给暗杀了。2005年11月，梁海玲所居住的小区保安在巡逻时发现，梁海玲家里的灯光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关了。为了查清情况，便特意上前去查看，哪料刚一靠近梁海玲家门，保安身边的护卫犬便开始狂叫。随后呢，保安又尝试按下了门铃，屋里也是很久都没有人回应。试着贴近房门呢，隐约呢还从屋内传出来一股血腥气。察觉到不对劲的保安果断选择了报警。当警方破门而入之后呢，发现了倒在客厅地板上的梁海玲的尸体，在她的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绳子，地上呢也是流着一滩血迹。经过法医鉴定，梁海玲的大动脉被割破，胸部也被人割下，死前的她还遭受过其他非人般的虐待。这起案件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悬案，杀害梁海玲的凶手呢，至今也都没有下文。虽然案件没有被侦破，但当时办案的警员却表示，他始终忘不掉在梁海玲家里除了保险柜里装着千万现金以外，旁边还有一本写着多个外省高官的电话本。面对梁海玲的死，身为老板的秦晖呢，一直在极力撇清关系。他坚称梁海玲只是天上人间的熟客，并非是传闻中的头牌花魁。但无论他怎么解释，民众对于梁海玲的死依旧议论纷纷。眼看着天上人间逐渐成了烫手山芋，为了保全自身呢，秦晖果断把天上人间卖了。在没有了天上人间这个靠山之后呢，秦晖只能转头和弟弟秦红一起专心经营星美传媒。但此时又面临一个问题，曾经收购的那些企业负债实在太多，业绩也是每况愈下。直到2018年，星美传媒突然爆发了一系列危机，导致公司旗下的一大半影院暂停营业，影院员工的工资也是一直处在拖欠的状态，再加上供应商的货款以及各大片方的版权税，最终秦晖以拖欠数亿元债款被上诉至法院，甚至公司旗下的部分影院还被列入了失信名单。就这样，
秦晖的星美传媒自此之后再也没能缓过劲儿来。2020年12月，星美控股被取消了上市资格。2021年，为了能够躲避追债，秦晖特地跑到了美国。而他之所以能够跑到美国躲债，还是靠他早年做好的准备。原来早在2008年，秦晖便给自己以李木林的身份办了一张假身份证，之后更是凭借着这张身份证在香港创业。而他的妻子刘多也早在2017年就获得了美国的绿卡。仗着妻子刘多拥有绿卡，秦晖这才会在投资失败后逃跑到美国，打算另谋出路。在淡出公众视线几个月后，不甘寂寞的秦晖再次收购了国内的一家公司，想要将其做上市。但因为收购的这家名为圣莱达的公司存在做假账行为，因此呢，秦晖又被禁入市场5年。不甘心的秦晖呢，便又想借壳上市，但很不巧，最终还是被查了出来。被查出来后呢，自然也是上市失败。2022年6月，圣莱达也被摘牌退市了。连续经历2次失败后，秦晖这回彻底学老实了，跑到美国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国内的追债人亲自跑到了美国，要求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承认并执行中国法院的判决，要求让秦晖偿还4.5亿美元的债款。2023年10月，秦晖在曼哈顿广场酒店的一间公寓里被捕，罪名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原来秦晖在此之前以他个人的名义向纽约市和国会候选人捐款1万多美元，以此来骗取绿卡和佛罗里达的驾照。而他在2019年利用李木林的身份申请美国绿卡时，面对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曾用名时，他还谎称从未使用过其他姓名。此外，在当年的9月份，秦晖还因为涉嫌家暴刘多而在纳索县被警方逮捕。而在那次逮捕前，他还曾试图对刘多再一次实施家暴。2024年3月18号，秦晖在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对法院判决的移民欺诈、以他人名义参与政治捐献以及伪造身份文件3项罪名供认不讳。看在他配合度高、认罪态度极好的情况下，法院将秦晖原有的27年监禁下调至6个月。并且作为与检察官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秦晖在本案中也同意在服刑期满后便离开美国。不过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别把他驱逐回中国，只因他实在没钱偿还那4.5亿的债款。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首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诗句，便是天上人间的出处。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秦晖和他的天上人间一样，巅峰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等到落幕时，留给他的也只有漫漫长夜的悔恨。毕竟从星美控股退市后，秦晖曾经的辉煌便已经不在，他曾经所缔造的商业神话也逐渐的消失在了大众面前。如今只留下了已经查禁关停的天上人间，成为了大众口中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下期再见。